船长带领乘客陆小璐出发啦！哎，需不需要帮忙啊？没事儿，你再睡会儿吧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最后一个菜，那可以呀。再尝尝看。先吃这个，鱼丸汤。不好吃吗？贝拉，虽说你之前做的牛排确实不好吃，但你比这个鱼丸强太多了。你怎么知道牛排是我做的？你说呢？在福城，做青菜不去根儿，做鱼不去鳃的大厨，还真不多见。那你尝尝这个。不想吃算了，没人逼你吃。好啦，等你去了上海呢，你就别做饭了，交给我就好了。你说我们能顺利考去上海？当然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选择高考了。我既然决定了，就一定能做到。那我们在上海还有自己的家吗？肯定啊！到时候我们就买一个小电视机，再买一个唱片机。要是不想跟家里待着呢，你不喜欢吃牛排喝咖啡吗？我就天天陪你去。牛排也不能天天吃啊。上海有好多好吃的，有小笼包、生煎包、黄鱼面，到时候我们都去尝尝。嗯，可得好好尝尝。哎，我听说上海建了一座很高很高的电视塔，我还真挺想去看看的。啊？
白兰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哥出事以后啊，我一度都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在哪儿了。幸亏遇见你，让我头一回觉得人生这么有奔头。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会，一定会。我终于有自己的家了，不用看我舅舅舅妈的眼色了。那这杯就庆祝你脱离苦海，获得自由。Cheers。对了，你真就打算一直不跟小鹿说话了？是他先重色轻友、无情无义的。他只是追求自己的爱情和生活，哪儿错了？嗨，我其实没有怪他，我是在怪我自己。是我先对不起人家的。不是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？哪有什么对得起、对不起的？如果我跟你说了，你答应我不会讨厌我。我都认识你多久了？我要讨厌早就讨厌了。李光南，你真不是人！不是说好不翻脸的吗？那我当时也没办法了呀。陆小璐对你那么好，陆大江对你那么好，你就是个叛徒！不是，哟，小陆，今天精神头不错呀，这么快就搬完了。站好最后一班岗吧，明儿我就不来了。不来了？啊？你要回维修班了？不是，我要去考大学了。哟，想干就滚蛋！工厂里不要你这种混子，也不看看自个儿几斤几两，还考大学？就你这驴脑子，你考得上吗你？考大学怎么了？考大学就是破坏生产，就是厂子里的蛀虫。知道为什么现在厂子效率不好吗？啊，就是因为这种人心思不在这儿，天天想着往外跑，那工作还能有积极性啊？放屁！不是，你怎么还骂人呢？乐路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也想考大学去是吗？陈国威，去把堂溪打扫干净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跟陆小璐一块儿到仓库搬麻袋去吧你。这谁的摩托车？我的。怎么了？你哪儿来的钱买摩托车呀？反正不是你的钱。陆小璐，我提醒你，做人别那么招摇，容易栽跟头。是吗？我等着你。好。小
小陆，你说我是不是完了？多大点事儿啊！我天天被骂，不照样活得挺好的？但是我跟你不一样啊，你妈是工会主席，你爸是厂里干部，你哥又是陆大。反正说真的，我真的挺羡慕你的。我爸走得早，我妈身体又不好，家里啥钱都没有，都指着我呢。我要是没个出息，那全世界的人都会看不起我，阿英也会觉得我没用。但是现在连大学都没考上，我就成厂里的蛀虫。打住！丁老狗的屁话你也放心上啊？这么多年，你一直是厂里最敬业的螺丝钉，厂子效益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是吗？长脚，哎，你必须要好好学，好好给我学下去。你还有你的未来，他那辈子也就那样了。不是，但是我怎么学？我连书都没有了。我就不该看书，我要不看书，我就不会分心睡着；我要不睡着，我就不会忘了换罐；我要不换罐，糖稀就不会洒。啊，别往心里去。我还得去打扫。我跟你去。真的？啊，别往心里去。行。这是什么呀？听不懂中国话还是故意的呀？我要的是佛跳墙和酸笋鱼，你给我这什么东西？这是？那些都是给人吃的东西，你也配？你什么你啊啊！现在厂子效益下滑，你倒好，顿顿大鱼大肉的。我看要是问责起来，第一个该砍头的就是你。牛小英同志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我现在就给你说清楚。等着！阿姨，你怎么不拦着呢？他也拦不住啊！号外！独家爆料啊！大家不知道吧？咱们这位丁处长有多大的本事？鸡蛋涨价，食堂都供应不上，他家倒好，吃不完的往垃圾桶里头送。食堂每进10吨菜，他就往自己家里头送1吨，中饱私囊不说，还批发过期菜吃回扣。没有证据的事儿，你这叫造谣！造谣？食堂送菜小张就是你们家远房亲戚，你干的什么事儿我会不知道？去年7月份，全厂几10个人食物中毒，为什么呀？那是因为他低价从乡下进了一批病猪肉，还有今年的过期罐头，前年的地沟油，单食堂这一块，他就干了这么多亏心事儿。我看你才是咱们厂最大的蛀虫。蛀虫！大家都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保卫科人呢？还在这吃？保卫科，别动手！别动手啊！你干什么，丁德忠？我知道什么原因了，是想替陈国伟打抱不平是吧？啊？是又怎么样？你干了多少缺德事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撕他的书，我就撕了你！你敢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处分你们！处分就处分，老子早就不想待了。好啊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疯子、混子、老鼠屎，像你们这样的人就应该被开除！别冲动！哎呦！你别冲动！气死我！哎呦，厂长，厂长，没事吧？没事，阿英打的不疼。哦，好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干嘛呀？得罪了丁德忠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？我不是早得罪他了吗？就不差这一次了。
他欺负阿芳，下放白兰，还害我哥，这笔账我早还跟他算算了。哎呀，有句话说啊，君子一出，小人难防。像丁德忠这种人啊，不可能给你好日子过啊。怕什么呀？反正我马上就要走了，以后天高皇帝远，他手还能伸上海去啊？怎么？你们不会以为我考不上吧？我说出来怕吓到你们。2次模拟考，我都是全班第1。是吗？你看，这才是我儿子呢。我儿子能不聪明吗？咱1年考不上，咱就考2年，啊。儿子，不是妈不支持你，你真得做好思想准备。准备什么呀？我也是刚得到的消息，说这4厂里头派出去学习的名额只有1个。洪书记，洪书记，洪书记去外地出差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问你，今年出去上学的名额只有1个，是真的吗？消息还挺灵通的呀。凭什么？以前每年都有3、5个名额啊，为什么今年不行？厂子今年效益不好，这时候再有职工流失的话，只会让人心更加浮动。人人都想离开这儿，厂子怎么办呀？不就成空壳了吗？哼，不可能！你少骗我。那你自己打给洪书记，看看是不是和我说的一样。我知道你想离开，这里就像一潭死水一样，沉闷、压抑，让人窒息。谁不想离开啊？但谁又能逃得了呢？有些事啊，打生下来就是注定的。你逃不了，我也逃不了。那明年呢？等着吧，往后只会越收越紧，一切等厂子渡过难关再说吧。要等多久？也许明年，也许。留在这儿，就永远逃不开老毕这种人的权力笼罩。只有去往更大的天地，才会有自由。我再也没有办法忍受这里。
那你说，我们能顺利考进上海？当然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选择报考了。那我们会有自己的家吗？肯定啊。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.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. 嘿，吓我一跳，跟鬼似的。咱不都说好了吗？家里以后做饭交给我就行了，你就好好看书，好好复习，好好听音乐，做仙女该做的事就好了。煎个牛排很简单的，马上就好了。你先去坐着吧。这是牛排啊，哎呀，这牛肉块跟牛排也没什么大区别，我就是切不了那么圆。你还是吃8分熟的。哎，有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知不知道，人家老外吃牛排根本就没有8分熟。真的吗？连你也不知道？我以为只有我不知道呢。今儿他们跟我说老外吃牛排只有3分熟、5分熟、7分熟，还有全熟。没想到你懂得还挺多的。反正老外就是事儿多，你可记住了啊！以后要是到了上海，千万别出什么洋相。行，我到了上海跟你混啊。我在想啊，上海的消费是不是很高啊？你要是到了上海，又要上学又要生活，那生活费怎么办啊？大不了我们上街讨饭呗。你长这么帅，每天肯定赚很多钱。牛排好啦。话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操心啊？平时怎么见你这样？没什么，不是下个月就要考试了吗？我突然想到很多以后会发生的事。放心吧，去上海我们还可以做兼职，不会真的去讨饭。趁热吃。我问你个事儿呗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啊，如果我要是没考到上海，那你能不能再多等我1年？能啊。这么快就答应了？你都不问我为什么？只要你是努力上进的，我就愿意等你。不怕了。不怕什么啊？什么都不怕。奇奇怪怪的今天。好吃。没想到这个8分熟的牛排味道也不错啊。那你也不看是谁做的。就上海。哇塞！这么深沉干嘛？我过2天就回来了。哪有啊？我就是看看你。我觉得今天的你特别好看。有毛病！我哪天不好看？是哪天都好看，但今天特别洋气，像个小上海人。行了，你快回去吧，这2天好好休息，复习考试，记得多喝点牛奶。你也是。我走啦。还不走？快走吧，要赶不上渡轮了。
事，下次我们一起去上海。好。拜拜。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谢谢啊。哎，白兰，恭喜啊，过线60多分，可以呀。哎，同学让一下。唐角，你看到小鹿了吗？我300分都没考到，我肯定哪儿都上不了了。没事啊，明年还有机会。哎，你听说没？今年咱们成人高考第1名好像600多分，怎么没上榜呢？不可能吧，谣传了吧？肯定是谣传。哎呀，兄弟，这有啥不就没考好，下次考好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我使溝你，溝我就唔好玩我一日啦。今日差館啊，已經俾你搞到1個號啦。人哋教你點做人啫嘛。哥，我明天再来啊。好，明天早点来啊。好。小伙子，看了2场了还不走啊？今儿高考出成绩，高兴。终于回来了。这大晚上的，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？今天发榜我找了你1天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看电影去了呀，《赤裸羔羊》。哎，你看过吗？可劲爆了。你就一点都不关心成绩吗？还是说你早就知道结果？我关心啊，我当然关心了。我就是害怕我考不好，所以我才去看电影的。你别撒谎了。我给省考办打过电话，他们说压根儿就没有你的成绩。你给我解释一下。我没写名字，我真没写名字。我好几道题我都不会做，空了好几页。我心想，这要是成绩出来了，一公布我名字，那得多丢人啊！所以我就……你的成绩是补习班的前3名，再差能差到哪儿去啊？行，我招行了吧？我跟李冠南喝酒去了，我喝得烂醉。那第2天早上醒来，脑子里肯定是懵懵的呀。那怎么做题啊？肯定什么都不会啊。你考试前1天去喝酒，是真的拎不清，还是压根儿就不想走？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一副教育我的样子？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不想走了，我不想离开福城，福城是我的家。李国南他们还等着我做生意呢，这儿多好啊！可是上海呢？上海哪儿好啊？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去上海能得到什么？真的？
那个雪花膏是我去上海考试的时候特地为你买的，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。这是今年最火的牌子，除了上海还买不到呢。你真就这么走了？是啊。上海离这儿还挺远的哈。其实还行，如果坐船再加上坐火车的话，2天差不多吧。哦，对了，这箱东西我都不用了，回头你帮我处理一下。这些都能用啊，你都不要了？有些回忆我想留下，不想带走。那我呢？你去上海不会把我也忘了吧？说什么傻话呢？等我去那边安定下来，我就给你写信打电话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宝。听说吗？咱们今天晚上用全体加班办公，这样你发不出来工资。他怎么又回来了？外边混不下去了。我总看着他像是看熟人的样子。像他这样没良心的人，被开除了也是活该。我上回听律师说，人品不行，可不是。要我说呀，你走不掉都是命。你现在是不是特幸灾乐祸呀？小六，我一直不明白啊，你为什么不能跟他说清楚呢？我怎么说呀？难道我告诉他，是我把那个名额让给他的，让他对我愧疚，感激我一辈子吗？那你明年有想过再考一次吗？我当然想过呀，可明年有没有这个名额都不一定呢。我总不能让他抱着一个不确定的希望等着我吧。再说了，就算明年我能去上海，他也未必会接受我了。
看你这不想的挺明白的吗？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叫“饥来之则安之”。咱们去不成上海，咱们就好好做生意呗。没有那学历，照样能赚钱。来吧。不过你真去不成上海，你难不难过呀？想让我喝死你是吧？喝。李光南，我真烦你，张口闭口都是钱，瞧你那土样，能不能有点精神追求啊？老罗，你知不知道我也贼他妈烦你啊？满嘴都是什么理想、梦想，还要去什么大城市，怎么着能当饭吃啊？切，土鳖！你懂不懂啊你？我是土鳖怎么了？你是什么呀？你以为你是天上的大仙鹤？哼！我跟你讲，就你呀，就顶多是那个长得还不错的大公鸡，就嘣儿，哎呀，想飞上天，怎么样？摔了吧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是鸡，我也是战斗机，咱俩加起来就是一组合。什么组合呀？土鸡炖王八。你可真土，但还挺配啊。李光南，其实我留下来也挺好的。你说的对，之前是我无情无义了。你不是无情无义，你是太有情有义了。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是我，你对我那么好，大江哥对我也那么好，可我却背叛了你。不只是小倔嘴瞧不起我，我也瞧不起我自己。说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李光南，作为溜冰场的员工，在陆大将的指挥下，贩卖违规产品。现在主动承认错误，并向组织举报，希望组织可以从轻发落。你说什么？都是他们逼我的，不然咱们俩都得坐牢。小陆，我求求你了！你混蛋！我把你当我最好的兄弟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可把你当他的亲弟，你对得起他吗？王八蛋！混蛋！王八蛋！混蛋！王八蛋！
路，是我李光南欠你的。以后只要我李光南有一口吃的，就一定不会忘了你。我陆小璐以后没你这个兄弟。李光南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伤成这样啊？干嘛？我告诉了陆小璐，他跟我说，他再也不会原谅我。我李光南10几年来，我只有陆小璐这么一个兄弟，可是他现在告诉我，我不是他兄弟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我拼了命的想把你们都留下来，可是为什么你们都不要我？为什么？我做错什么了？我要你呀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呀。什么声音？锅炉爆炸了，毒气还从现在刘生，快下来！妈，怎么了？要爆炸了，都往外跑呢，你怎么还往里头跑啊？哎呀，妈，你先走，快，你先走，先走。你要干嘛去呀？小璐，你要不要命了？快走，妈，走。小兔崽子，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呀？白兰，你疯了吧？都爆炸了，你还不跑？你怕死吗？你不怕死吗？我不怕死，你却连上海都怕，胆小鬼。
我爱你。小鹿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我想明白了，一开始我就错了，我不该打破你原本的生活，反倒剥夺了你的快乐。你是属于这里的，也许在这里，你才是你，而我不属于这里，所以我们终究要分离，回到各自的世界里去。哎，同志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乘客都上船了吗？是啊，准备看船了。哎，同志，求你帮我一个忙，我要点一首歌送给一个人。啊，你说。旅客朋友，我们全体乘务人员向您问好，并祝愿旅客旅行愉快，一路平安。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首由佚名为旅客朋友白兰点播的歌曲《忘了你，忘了我》。